甄嬛传》中，安陵容小产是因和皇上动情，而和皇上动情又是因为百合花上撒了香料。擅长制香的安陵容难道察觉不出异样吗？安陵容小产的背后究竟是甄嬛有意为之，还是安陵容借机把罪过推给皇上？又或许是安陵容小产的迹象早有暗示？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安陵容小产前有哪些暗示。第一点，先从内务府给安陵容定封号说起。当时内务府送来了丽、文、肃这3个封号，皇上还没想好要选哪个时，甄嬛就都否定了，尤其是丽字直接就刺到了皇上的点。对于皇上来说，他的抗力只有纯元，所以皇上觉得内务府定的封号实在不行。甄嬛瞧着机会来了，就提了一嘴，何必劳烦内务府，皇上只一个封号就好了。可皇上对安陵容不上心，想着敷衍了事，谎称自己一时想不到，便把拟封号交给甄嬛。甄嬛开始还推脱说自己来不合适，但皇上把笔递过去后，甄嬛立马开写。明眼人都知道用离字做封号纯属侮辱人，偏偏甄嬛还把离字夸得天花乱坠，加上苏培盛的助推，皇上当场采用了离字。当然仅仅一个封号还不足以暗示小产，为什么非要提这个封号呢？咱们接着看。第二点，苏培盛奉旨确定安陵容的封号时，一出养心殿，小太监就问他怎么这么高兴。苏培盛嘴上说着安平娘娘得了个好封号，咱们做下人的跟着沾沾喜气儿。于是苏培盛下一秒就要来50只黄鹂鸟，说是给安陵容贺喜，实际上却是在膈应人。宫中人人都知道，但凡嫔妃有孕都要敬仰，苏培盛打着贺喜的名义给安陵容送鸟，导致整个延禧宫都充满了黄鹂鸟的叫声。黄鹂鸟一叫就吵得安陵容心烦，孕中动怒很容易导致孕妇小产，可见苏培盛送黄鹂鸟确实是不怀好意。假如安陵容没有将黄鹂鸟赶走，那么这些黄鹂鸟每天都叫唤不停，安陵容少不了要生气动怒。第三点，皇后得知安陵容的封号是离，为了安抚安陵容，让她不要动怒，皇后特意把嫔妃的血燕换成了白燕，而被换出来的血燕全都赐给了安陵容。表面上皇后这么做是在护着安陵容，安陵容有孕，皇后就把好东西都给她，全然一副六宫表率的模样。实际上皇后这么做却是暗藏私心，就连甄嬛身边的槿汐都看出了不妥，可见皇后内心阴暗，自己队友都不放过。假如真如槿汐所说，皇后之举令众妃不满，那么肯定少不了脑子犯冲的嫔妃，这样一来，延禧宫肯定被闹得鸡犬不宁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安陵容没法安胎。第四点，安陵容封号定为离之后，也就意味着前3个封号都被否决了。要说否决了也就算了，偏偏还有后续。内务府定的封号被退回来之后，内务府总管的脸色可以说十分不好，脸色不好自然就要拿定封号的人出气，所以原本给安陵容定封号的人被打了，表面上被打的是小太监，受了皮肉之苦，实际上这却是内务府总管在杀鸡儆猴。这话里话外就差挑明后宫属甄嬛最大，而内务府又掌管着后宫的吃穿用度。有了内务府总管这句话，下人自然也就不敢对延禧宫好，这也会间接的导致延禧宫需求跟不上，一个孕妇吃穿跟不上，后果不言而喻。可见简简单单的一个离字的封号，早就暗示了安陵容腹中的胎儿不保。第5点，皇上大封6宫后，甄嬛、静妃、欣嫔一起去探望安陵容。看望的过程中，甄嬛等连连夸赞安陵容，先是夸她的枕头好，接着又夸蚊帐好，一味地说着到底还是皇上最宠安陵容。把安陵容夸得天花乱坠后，甄嬛就开始了她此行的目的，送礼。表面上看，这白玉扇和红宝石没问题，甚至可以说甄嬛给足了安陵容面子。可是往细里推就会知道不简单了。所谓白玉扇子，翻译过来就是白玉丧子，而鸽子血无疑就是鸽子血，这就相当于在说安陵容白白养育，到头来还是会落得个悲痛丧子的结果。也难怪安陵容看到贺礼会惶恐了。后来甄嬛想试探安陵容的胎况，特意请了卫灵帮忙把脉，安陵容害怕出了破绽，惊慌推辞，从而更加坚定了甄嬛的念头。她认为安陵容腹中的胎儿异常，再加上小允子在安陵容宫中找到的香料，那香料遇水就会使人动情，于是甄嬛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最后再送给安陵容的百合花放了香料，导致安陵容和皇上一夜欢愉，最后小产。而后甄嬛又把安陵容的罪行抖落，
皇上对安陵容的愧疚也变成了厌恶。小产后的安陵容看清了一切，所以在皇上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时，安陵容说她不喜欢她的封号。一个封号看似简单平常，却不知它就暗示了安陵容的小产，同时也暗示了安陵容的整个人生。一直以来，她不过就是皇上的玩物罢了。